它是青铜巨兽，权力图腾，但最初它只是个锅。没想到吧？其实在这口大饭锅里，藏着中国权力博弈最真实的真相。甚至到现在，这套逻辑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职场和社交。3000年前，中国的普通人只能用泥巴做的陶罐来煮饭，但贵族用的是青铜。在那个时代，青铜就是顶级芯片，拥有一口青铜鼎，就拥有了进入上流社会的终极入场券。看看这个排场，大殿上编钟齐鸣，案头上那一尊尊青铜鼎正冒着腾腾热气。这种感官上的极致震撼被总结成一个词：钟鸣鼎食。在3000年前，贵族的宴会不只是为了吃肉，更是一场关乎地位和等级的极致视觉秀。人声鼎沸，你看这个字，甲骨文的鼎根本就是这口煮肉的大饭锅的简笔画。所以中国人用大饭锅开了的声音来形容人山人海的喧闹，这就是中式语言中非常生动的视觉通感。列鼎制度，但你千万别以为只要是贵族，鼎就可以随便使用。其实你能拥有几口鼎是被法律死死规定着的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权力算法——列鼎制度。天子9口，诸侯7口，拥有鼎的数量决定的是你在权力金字塔上的位置。如果你只是地方官员，却敢摆出9口鼎，那意味着造反，是政治死罪。一言九鼎，所以鼎逐渐成了信用的化身。当中国合作伙伴承诺一言九鼎时，它其实是在借用古代九鼎那份至高无上的分量，在向你担保。在现代的商业逻辑里，这更像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智能合约。一旦开口，逻辑便自动锁死，分量千钧，绝不反悔。看懂了鼎，看清的是权力，读懂的是规矩。3000年前的这口大饭锅，至今仍未冷却。如果你觉得这种博弈很有趣，下期我带你去见一群更疯狂的人。他们为了抓住时代的红利，敢在巨浪里搏命。下期我们聊聊弄潮儿，这种弄潮儿精神是如何演变成中国商战里的长期复利逻辑。别等了，按下订阅键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